我们今天即将要面对就是一场恶战。对待手里的货物，只要钱包没扁，我们就要实行不抛弃、不放弃、不嫌弃政策。对待再凶险的敌人，我们也要跟他拼了。所以，石然同志，请问你有没有信心完成我交给的任务？好，我尽力。那你呢 ？Are you ready？ 时刻准备着。Go！ 哎，你怎么样？这领带你要不要？我要啊。看你也不像打着领带的，给我。阿姨，哎，让！哎呀，你没事在这长什么挡什么道啊？出去站去！你以为你像电线杆？你以为模特啊？好啊！哎呀！我不像打领带的人吗？像。我杵在那儿像电线杆吗？不像电线杆，像模特儿。你拿那个看看吧，你看这两个。怎么两手空空就过来了？在那儿那么久当模特儿啊？哇塞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哎，快点去试试看。好。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体会到疯狂大抢购的乐趣啊？我是不是真的很像模特啊？嗯，木头的，还是现成的。来，转过去，帮我把这件也拿好。看这件怎么样？看一下。这件呢？不好看吗？那这两件相比的话，哪个颜色更好看？放一下，等一下啊，不要动啊，放一下。这个拍摄方案最大目的就是用最短的时间，用极富现代感的拍摄手法，体现青阳的特点。着重宣传的是青阳无懈可击的理念。冯小姐，你觉得一个30秒的广告放得下这些吗？江总监，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我的意见很简单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太一般了。你知不知道现在的观众每天要接受多少这种直白的宣言式广告？他们都听腻了。我们顶多是丰富了这些看电视的人们中途上厕所的背景音。所以我希望有一个新的方案。可是这个创意是之前徐总认可的，而且他在描述这个创意的时候非常兴奋，也很肯定。不信，你可以问叶总监。冯小姐，我们公司对于设计产品宣传这个环节，向来是很民主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，谁的意见好就照谁的做。即便是徐总认可的案子，我身为一个员工，一个品牌总监，我一样有权提出我的意见。我想徐总会很认可我这样的态度。江总监是在反对徐总的创意了？我跟徐总共事这么多年，我不太相信这是他的创意啊。好，您可以找他去核实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我会的。请进。江总监，青阳新广告的下一笔经费需要您的签字，
你看看，这是他们最新的预算表。这些签注的地方都是我不明白，或是我们之前没有沟通清楚的，我需要他们派人来跟我解释一下。好的。哎呦，快帮我拿一下，我拿不动了。帮你。来，哦，累死我了。又买这么多啊？又是拖把，又是洗洁精。这要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我们现在开始要节省过日子。你这种节约，群众表示很有压力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当当当，嘿嘿。你这也叫勤俭节约啊？错，这个啊叫做提高生活品质。哎，全部都是帅哥。耶！耶！大功告成！哇，看到被那么多帅哥包围的感觉真是不错哎。你就不怕被房东轰出去啊？可是每天你都看到那么多，全都是张大宇的照片，你不觉得恶心吗？而且我们并没有破坏任何东西，所以我们只要在离开之前把这里恢复原样，就一切 OK。可是，我还是有些害怕。哎，万一要被房东轰出去的话，去哪找这么便宜的地方？而且，我们现在身上又没钱，我看还是别冒险了。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辛辛苦苦弄好，咱能不撕了它吗？哎，你不会这么胆小吧？这可不是当初和我一块儿离开公司的那个赵宁啊！那要看为什么。你做人不能那么死板。你无家可归的时候，你可别哭。你什么时候见我哭过呀？给我你！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迟到了。哎，是你呀？这事情可真小，说吧。你今天把我约到这儿来，不是要请我喝咖啡的吧？是因为有事直说，我工作很忙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当初租房的时候，条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是，可这次的确是意外，是他自己掉下来，然后就摔碎了。你觉得这理由有可信度吗？我并不是想要推卸责任，我会帮你去买一个新的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道歉。我再说一遍，租房的时候我们条件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是条件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我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徐安的朋友，就违背自己说的话。哎，叶小姐，您这么优秀，为了那个男人迟迟不肯放手，你觉得值得吗？我想你还没有资格来评价我的感情，这件事情我会让中介来解决的。预算表的第一稿，江总监在上面批注了一些需要沟通的地方。
我派专人去跟他做了详细的解释。这个是我们做的预算表的第2稿，这一次我自己去做的解释，而且回来之后，我做的第3稿，结果又被退了回来。徐总，我希望如果你跟江总有什么个人不愉快的地方，你自己去解释，不要因为你们俩的原因浪费我们的劳动和时间。冯总，首先有一点我要跟你声明，在 V 公司工作的所有的员工都是专业的，他们懂得公私分明。更何况，我和江东是很多年的好朋友，并没有你所说的什么个人恩怨。江东并没有错，站在他的立场，他应该这么做，可能是过于谨慎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会亲自跟他沟通的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，徐总。今天我看到了你作为上司维护你的下属和公司利益的一面，这是好事。你知道，我喜欢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工作和生活。青阳广告大片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？预算还在核实中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确定这个创意方案已经是2个星期以前的事情了。没错，不过因为这次预算是之前的2倍，我希望能够做得谨慎跟细致一点。谨慎细致是需要的，但是你可以给我一个谨慎细致的理由吗？就是因为预算是之前的2倍，希望江东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我太了解你。每次你要编一个理由的时候，你的眼睛都会多比平时1倍的专注和坦诚。我没说错吧？徐总，我告诉过你，我不喜欢冯路飞的创意。那你就写份报告告诉我，你是我的销售总监，你完全有这样的权利。你现在用拖延经费的方法，太愚蠢。你3次退回别人的预算报告，这只能证明一点。你的出发点并不是这个创意本身，你考虑的可能是我跟冯路飞这段关系，你考虑的是我的感受。我猜叶柔还会告诉你，这个创意里还有我的想法，是不是？徐总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想尽我的职责啊。你不要在下面设置那么多小障碍，你直接来告诉我不就好了吗？我上次试图跟你讨论过1次。你以我带有太多个人情绪为理由，完全不让我解释。你知道我说的牵涉私人情感，指的是你跟谁吗？当然是我跟冯路飞。我跟他有误会吗？错，我指的是你跟我。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多年，我完全认可你的能力，我也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忠诚。所以你不必每次都在我的面前刻意的表现，江东，你就是你，不要因为我们的上下级关系而丧失你的勇气和自信。徐总，我知道了，预算的事，我很抱歉，我会处理的。少吃这个东西会变胖。这么没礼貌！本来我还有个八卦想要告诉你呢。上班不认真上班，想什么八卦？
这新款蛋糕很好吃哎，你尝尝。你自己吃吧。你不吃我吃了啊？这件衣服挺好看的嘛，别人送的啊。就是那天疯狂大抢购的时候买的。你不去真可惜了。那天我挑了好多今年的新款，改天你去我那儿挑挑，你要是有什么喜欢的，就分一点给你。看样子你逛得蛮开心的嘛。可刺激啦！男朋友都好到陪你去抢购了。我什么时候有男朋友啊？你那么多异性好友，说不定跟谁好了没有告诉我呀？我那天是跟好朋友去的，我叫你去你又不去。哎，你要是跟谁好了，你也别瞒着我呀，我也不会跟你抢。我是真没有，你就饶了我行了吧？好好想想，这周末去哪玩？算了吧，那么多人想陪你，我还是自觉一点吧。你最近是怎么了？是我怎么啦？还是你怎么啦？啊，行行行，算了，没什么啦。我找徐总，他有空吗？没空，他刚才说了，不许任何人打扰他。怎么，里面有人了？没有啊。江总监，你先回去吧，等徐总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再通知你。没关系，我在这里等。照片你看了吧？我看到了。哪里拍的？商场啊，除夕嘉年华疯狂购。你都不看报纸的哦？我对购物不感兴趣。简单，徐总。我要出去一趟，取消今天所有的会议。好的。徐总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明天吧。哎，魏警官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太客气了，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。魏警官，你这人真是太好了，没想到我们这一点小事你都会亲自处理。事情不分大小，能处理好，对人民是最好的回报。那我们以后遇到什么事情，还可以麻烦你吗？当然，派出所的大门是为你们敞开的，有需要欢迎过来。慢走啊！微笑。是。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哎，让我看一下到底是谁投诉的。你好，微公司公关部。V 公司。喂，今天有人打了7通电话，寄了投诉信给我。干嘛？兴师问罪啊？挨骂了吧？记过呢，还是写检查呀？说出来也让姐姐高兴高兴。很抱歉，我被夸奖了。
徐总。昨天下午有人找过我吗？哦，昨天下午我帮你把所有的会议都取消了。快下班的时候，我接到一个男的打来的电话，他说让你今天下午2点在奥体水运和他见面，并且只能1个人去。那他有没有留下名字和电话？他不肯说，他还让我捎一句话给你，说你的猫叫公爵。知道了。哎，江总监，谢谢你上回。永远不要对我说这2个字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我很喜欢。那下次吃饭的时候带给我看吧。哎，昨天下午你们都走了以后，我接到一个特别奇怪的电话。谁打的？一个男的，主要是他给我说的话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他让我给徐总说，徐总的猫叫公爵。还有说什么吗？他说让今天下午跟他见一面。哎，徐总刚刚把工作都给我安排好了，估计这会儿都要去了。我觉得徐总啊，最近特别奇怪，每天下午都会消失。你知道他们约哪里吗？2点在那个奥体水运的咖啡馆。一杯蓝山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服务员，帮我换杯咖啡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喂。我让你的助理转告你，让你单独服务员，是他没表达清楚呢，还是你不愿意？我是一个人。你不是。徐总，2件事情。第1件，马上让江东到我办公室来；第2件事情，拿上你抽屉里的爱马仕丝巾，等他出来以后，你也给我进来。江东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在我的身边安插眼线，会收买我的助理。徐总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只是想要帮你。最近状况这么多，我真的很担心你会出事，可能做法有些过头，请你谅解。谅解啊，我当然谅解了。如果我不谅解你，你现在已经搬着东西滚蛋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上一次你去疯猫网络逼汤七七辞职，我没有怪你吗？因为你保护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隐私，你还保护了公司的利益。可是今天我的约会是我的私人事情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徐总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比普通的上司跟下属多一点。所以你就可以跟踪我，可以在我的身边安插眼线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纯粹的工作关系比较好。
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。公司章程第61条怎么说的？我忘了。看着念。第61条，助理需要绝对保持信息的机密性，不得随意向任何人透露机密文件。助理也有义务保密上司的私人行程，不经允许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。你知道写的是什么意思吗？徐总，我错了。我知道你坐在这个位子上，会面临很多的诱惑。就算不是江东，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拿着爱马仕的丝巾来找你。你受点小恩小惠，我无所谓。但是今天这件事情，你过了我的底线，这是人品问题。徐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可以不开除你，我给你主动辞职的机会。你怎么了？徐总真的开除你了？徐总认定了我就是你安排给他的眼线，特别生气。也不想想，我跟了他那么多年，立马就把我给开了。如果他真的这么想，事情就严重了。我可是什么也没有做啊！就我这样的，我能当得了间谍吗？反倒是你，一点事儿也没有。他之所以开除你不开除我，只是因为我的职位比你高而已。我就这样成了你的替死鬼了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你先回去，我再跟你联系。哎，你要帮帮我！怎么了你？七七，要是我无家可归了，你会不会收留我？没那么严重吧？我被公司开除了。你得罪谁了？我老板。哎呀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样说我？我是做了替死鬼，给别人背黑锅了。没办法，这就是公司政治，总要有一个人出来当垫背的。哎，算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要不然你现在想吃什么敬请点，今天我请客。真的？那我就花杯分为10两吧。服务员。出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你喂的猫粮它还没吃完呢。你每天喂食还挺准时的，看来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。这件衣服还挺适合你的。这有你的一份功劳。我告诉你啊，没有下一次了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冷漠啊？那天你明明挺开心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能利用了我的快乐之后就想一脚把我给踹开，这样会遭到报应的。不过那天之后，我们应该就已经是朋友了吧？你倒是一点都不客气啊，都没问我同不同意，就已经是我的朋友了。你以为我是你呀？永远居高临下，还端着个架子，是有什么真实想法从来也都不知道说出来，累不累呀？
那你的意思是，我已经认你这个没头没脑的朋友了？那我这个没头没脑朋友，请你帮一个忙，你愿意吗？说来听听。有一个女孩，她叫简单，她是你的助理，可是昨天她被辞退了。我相信中间一定是有冤枉，一定是有误会，所以，其实她是一个很简单的女孩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。所以我在想，你可不可以网开一面，让她继续回去工作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公司的规矩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改变。我是总经理，更应该清楚这一点。可是就这么一个员工因为误会而被开除，难道你们公司就这么不在乎一个为你们卖命的员工吗？如果是为了利益才成为朋友，那这样的关系一点都不纯粹。你不会以为我是在利用你吧？你还没到这份上。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！我都快被气晕了。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嚣张了。谁又惹你了？你说会是谁呀？就是那个自以为是、故作清高、高高在上的臭醉鬼。说了半天，我还不知道是谁。你不知道更好，免得你跟我联合起来啊，会一起骂死他。我去给你做点饭吃。不用了，我带你出去泄愤去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去换件衣服。喂，七七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没有带钱叫我来吃饭，我换了衣服，我可没带，你是知道的。不用担心，提款机马上就到，你就尽管放心的吃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这么开心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泄愤？当然了，我要是不吃饱的话，哪里有精力去骂他呀？你说的不会是徐然吧？除了他之外，还有谁能够惹我这么生气呀？他这人也太不讲义气了，连朋友的朋友都不帮，还在那儿装得很有原则一样。你太没有人性了，汤七七！我受那么大打击，你不但不安慰我，还把我大半夜叫出来给你买单。来，把你叫出来呢，让你买单这只是其次，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是要和你商量一下，如果收留你的话，你应该住在哪间房间？你说对吧，赵宁？对，你随便挑。看我们对你多好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但是那个买单的钱你还是要还我啊！我现在可是危机时刻。哎，对，我打车过来的那个打车费你也给我报了。既然你都已经说是危机时刻，就不要老在提钱的事儿，就应该想一些开心的事情，比方说吃点儿、再喝点儿什么的。大姐，我都破产了，我还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所以就要化悲愤为食量嘛。算了，懒得跟你说。哎，老板，买单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地方用户最喜欢关机吗？不知道。北京还是上海？宁波。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对不起，宁波的用户已关机。好好笑啊！真服了，这种笑话你也能想出来。喂，七七，你猜我现在在哪儿？听你这口气，也不像是在糟糕的地方啊。我现在就在 V 公司的大楼外。哼，他们总算知道我简单是一个人才，又把我请回来上班啦。怎么忽然又找你回去了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我老板徐然发现根本就离不开我，想了一晚上，今天早上亲自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来上班的。那就恭喜你啦，你老板终于开窍了。那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你过来的时候记得把你昨天晚上欠我的钱还给我啊。拜拜。好，知道啦。
喂，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呀？简单回去工作了。我可什么都没做。你不要嘴硬了，我知道你们这些精英啊喜欢面子，我就不拆穿你了。啊，不过你今天晚上去我家吃饭吧，随便你点什么，没有赵宁做不出来的。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我今天来不了。你不至于那么小气吧？我一会儿还要开会，先不跟你说了。了不起呀！这件事儿你怎么处理？我正在等他。不要等太久，尽快处理好吗？每天一进公司门，那一大群记者，我头都快炸了。李总，你放心，叶柔已经在处理了。请问徐总到底如何应对马凯？徐总会同马凯一同前往美国上庭吗？很高兴各位对我们 V 公司八卦的关心。我作为 V 公司的发言人，我要确切的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没有影响到 V 公司旗下的任何品牌。青阳的广告大片也在如期拍摄当中，9月份即将揭开神秘面纱，与大家见面。谢谢。那请问徐然会公开跟所有的受骗者道歉吗？对不起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 V 公司的所有计划和安排都在如期进行中。我是 V 公司的发言人，谢谢合作。简单。徐总，今天有没有人给我打电话？没有。那天约我的那个男人再也没打过电话来吗？是的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打过电话。旗下的任何品牌。青阳的广告大片也在如期拍摄当中，9月份即将揭开神秘面纱，与大家见面。那请问徐然会公开跟所有的受骗者道歉吗？对不起。谢谢我。能告诉你的就是 V 公司的所有这个太无聊了。在如期进行中。我是哎，我们换个节目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还要看徐然他到底怎么样呢。琪琪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啊！哎，像我们这种小人物，你担心云上面的事情干什么？刮风打雷下雨都是他们事，他们会解决的。可是你看现在，看起来好像很严重的样子。我还是给他打一电话吧。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朋友。你邀请他来我们家做客，他都不来，分明是瞧不起我们。哎，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可是他至少是帮简单找回工作的人。错，不是他帮简单找回工作，当初开除简单的就是他。有钱人一天到晚喜怒无常，不知道吗？好吧。不过我还是想给他发条短信。不要管他了。进来吧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，只是不知不觉就到了这里。因为你还是相信我，你知道那些事情不是我做的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筹集来的钱没了，核心技术被别的公司抢注，而你失踪了。那个时候我们私募刚刚成功，还有1个月技术就要发布了。有一个叫熊佳杰的女人给我打电话，她说合纵联盟要购买我们的技术。我去调查了，合纵联盟是一家臭名昭著的公司，智利牛肉的垄断，雷雨公司的破产都是他们做的。我拒绝把技术卖给他们。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。
谁也不会料到，我们的技术会提前1个星期被另一家公司所发布的。我当时在纽约街头看到那项技术的光盘出手，我感觉那就是世界末日。那也是我的世界末日，连舒瑶都失踪了。所有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解释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。你做没做，法庭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。前不久合纵联盟又跟我联系了，他们承认了，当时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操控的，包括公司的破产、舒瑶的失踪，所有的一切。行了，你别跟我说这些了，我是不会回美国的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有什么困难，其实早可以告诉我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早就想明白了，我不会相信任何事情，当然也包括你。你现在帮我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能够摆脱内疚的情绪。那时候你想想，你能够那样的不管我的死活，现在却假惺惺的来帮我，只能证明一点，我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完全是因为你。OK，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，不管你对我做什么，我都接受。很好，可是完全没有打动我。谈话到此结束，法庭上见。吃吧。是马凯的事吧？马凯还是不能原谅我。我跟他的事，只能在法庭上解决。那就不要想了。天塌下来，有兄弟陪着你。喂。是为了我自己。哎，警官，我们这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管辖范围了？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想应该只有你会去投诉我吧。我投诉你，是因为你总是借公务之便干涉我的私生活。你就是看不得我跟别的男生在一起吗？请你以后不要用投诉这种无聊的方式来引起我的注意。我告诉你，我很忙，没时间拆穿你。晚安。哇，
是你在引起我注意吧？哎。你是去徐安之后第2个来这里的人。坐，先喝杯茶吧。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声，你来这里受到待遇跟徐安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不好意思，徐然是我的老板。我们都知道，真正做事的可都不是老板。你也能干。微公司大大小小事情都是你亲自打理的，许多品牌在你手中都变成最有竞争力的，而且你在公司已经连续5年拿到最优秀员工。谢谢你的赞美，还没请教你贵姓。我姓熊。那熊小姐，请问你找我过来有什么事？我想要帮助你完成你还没有达成的心愿。我没有什么还没有完成的心愿啊。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坐徐安的位置吗？我当然有想过，坐到徐总的位置。等徐总高升了，那个位置自然就是我的。就算徐安高升，那位置你确定是你的吗？我知道你们最近的关系好像有点小问题。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。我永远是徐然最忠诚、最能干的下属。如果你再不说正事，我要先走了。你是怕我说出更伤害你的话，所以急着要走吧？那你放心，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你愿意听的。我要你搞垮徐然，而你得到的将会是李志辉的办公室。熊小姐，我们不是在拍电视剧啊。最近美国的事让你们很头疼吧？辣椒树是你们控制的？控制说不上，只是给了他一点资料，请他免费出国旅游罢了。最容易左右的是舆论，最具杀伤力的也是舆论。这就让很多无形的人成为了我们的工具。我很认同你的观点，也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不过，我真的要走了。江总监，我给你时间，你慢慢考虑。我是不会答应你的。徐然对我有恩，我不会做出背信忘义的事。我刚到 V 公司的时候，是徐然让我在半年之内从一个助理变成了业务员，也是徐然让我在2年多的时间从一个业务员变成总监。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徐然给我的，他是最了解我的人。这话你说给自己听就可以了。你要是要走的话，早就离开了，不是吗？其实你已经答应了我们的条件，只不过你想给自己找一个借口，告诉自己说，其实我不是那么轻易背叛徐安的，
我也是曾经努力挣扎过的。给你3天时间，我想足够时间你找个借口给自己了吧？我送你吧，酒店派了车，很方便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回去吧，我朋友会送我的。我们不是去机场吗？如果你就这么离开，我怕他们会来报复你。我已经是个穷光蛋了，我怕什么？我在你的账号里打了一笔钱，算是赔偿吗？有多少？有多少你自己看。你先坐船去新加坡，然后飞英国，最后再回美国。你是美国公民，不用签证。为什么？因为坐船出境，他们查不到你的行踪。我猜他们一定会在各大航空公司的乘客名单上查你的资料。当他们发现你并没有坐飞机回美国的时候，我让你办的事儿你都完成了。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。111集团，这是我注册的一家离境公司。我要你做的是在新加坡、吉隆坡、迪拜和伦敦进行频繁的交易，直至这家公司有上市的资质。你想让合众联盟买下这个公司的股票？你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一只股票有巨大的上升空间，而且又有超额的利润，他们为什么不买呢？更何况这家公司不仅仅在东南亚，乃至是在整个欧洲，都有非常可靠的避税渠道。简单的说，我要你成立的一家是披着合法的经营外衣，但是通过非法的渠道赚取超额利润的公司。这是你的强项，所以这件事情只能你来做。就算你能骗合众联盟上钩买下这个公司，这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小意思。可是对某些人来说并不是这样。比方，劝说他们买下这家公司的人，熊家杰。说实话，我对他不怎么讨厌。那是因为他还没找上你。如果熊家杰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让合纵联盟买下了这家公司的股票，而致使他们遭受损失，他一定会遭到报复的。因为合纵联盟从来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让他们利益受损的人，而到时候，唯一可以救他的人只有我。我就是也想让他尝一尝受到威胁和操控的滋味。不管我信不信你，你就把整个计划告诉我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这是敲诈我的信任感。我相信你。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都要对我有信心。哪怕我不在了，我嘱咐你的事情也一定要做下去。我不送你去码头了，
我这张脸的曝光率太高，会给你找麻烦。他会送你上船。到了新加坡以后，所有的事情按照我说的办。就算你完蛋了，我也相信你。我没那么容易完蛋。走吧。哎，回来了。哎呦喂！哎，面还在锅里，我先过去看看。哦。哇，还挺像样的。吃点吃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中午要回来？你不都是中午回来吃饭的吗？是吗？哎，买了这么多东西，是不是找到工作了？嗯，我准备回家了。那些东西啊，是买回去送人的。家？回哪个家？啊，是回老家吧？回去休息一段也好啊。不打算回来了，票已经买好了，今天晚上就走。走得这么急啊？没听你提起过。哎，是不是钱不够用？我可以借给你啊。不是钱的事儿。我要是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，还不是跟风猫一样，这何必呢？那些工作上哪儿都能找，我在老家找着，无非就是钱少了一点，可是那儿啊，消费还低呢。你这是打退堂鼓吧？不是，主要是在这儿我并不开心，所以我要回去找我的快乐。请进。徐总，看看这个报纸，这里有人恶意重伤我们青阳产品含有刺激性物质，对人体有害。这份报纸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但是已经有很多主流报纸决定要跟进这件事了，我已经交代下去了，希望在报纸面世之前把它们通通拿下来。我出去一趟。谢谢。徐总，我是个小人物，但是也有自己的原则。你猜我今天为了什么事儿来约你？你是多重量级的人物，我哪敢问为什么？我受宠若惊还来不及了。那倒不必，你欠我个人情嘛。徐总，对不起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我才能做得下去。我怕你这样的人。直截了当的说吧，我不会为了私事儿来约你。现在有人在写文章，恶意的攻击我们的清扬洗发水。他们一定会举出一种物质，叫什么什么的。其实，再普通不过的东西，一旦搞成洋名，谁就不知道是什么了，还以为是新发明了。这是有人要搞你们青阳啊！
这关我什么事儿？跟你有关系。徐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说跟你有关系，是因为你是恶意炒作方面的专家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？其实你不知道，我经常上你的网站看你发的视频，我还是你的粉丝呢。我想啊，最早爆料的一定是一家小媒体。没错，这家小报的名字我从来都没听说过。一定是这样的，标准的小报纸，加大网络的炒作套路，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道消息，变成了很有看点的新闻。最可怕的是，网络一旦被通开，轰，你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丑闻就满天飞了。我相信，谣言比辟谣更有看点，有娱乐精神。喂，你通知所有的总监，今天下午在会议室开会。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？你凭什么相信我？不怕我受人指使来搞你的？昨天晚上，我的手机上有一个未接来电。今天我打过去，接电话的人是你。我确信，你是被一个非常庞大的势力盯上了。有人给我爆料是你的，经过核实，内容基本正确。然后我在网站上发布了视频，后来就有人请我到国外去玩。我去调查了，是谁这么慷慨？奇怪啊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就我这样的高手，都没办法去追踪。那只能说明那个势力神通广大。不过我相信，徐冉，你是被陷害的。谢谢你，对我说了真话。礼物你收到了吗？你又想玩什么花样？你难道不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这份礼物还满意吧？只要你答应我们的要求，这个箱子就可以拿走。